在庄子耕桑处篇看道家智慧中探寻人生真谛，解读庄子笔下的耕桑处与南荣处。大家好，我是明德君。今天我们聊一聊，在生活中我们常陷入迷茫与困惑，不断追寻着生命的意义、处世的智慧。而道家经典《庄子耕桑处》中的两个故事，就像穿越千年的智慧之光，为我们照亮前行的道路，让我们得以窥探道家思想的深邃内涵，思考如何在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中安身立命。老子这位道家学派的创始人，他的思想犹如一座深邃的宝藏，而耕桑处作为老子的弟子，独得老聃之道，隐居在北方的味蕾之山。他身边没有那些自恃聪明、标榜仁义的人，只有愚笨敦厚、踏实勤劳的人相伴。他在味蕾山住了3年，带来了连年的大丰收，百姓们感恩戴德，想要像供奉神灵、对待国君一样敬重贴。可耕桑处却面露不悦。在耕桑处看来，春生秋实是自然规律，它不过是顺应，天道并非有意为之。真正的智人虚境的生活，百姓甚至都意识不到它的存在。一旦被众人关注，列入贤人行列，就会陷入名利的漩涡，扰乱内心的本真。他深知举荐贤才、任用智能之士，看似是好事，却可能引发人们的争斗和伪诈，反而给社会带来混乱。这就像口含车的巨兽离开山野会遭遇罗网之灾，吞舟的大鱼离开水会被蚂蚁欺负。保全自身的最好方式就是隐匿身形，远离世俗的纷扰。在当今社会，我们也常常面临类似的问题。很多人追求功名利禄，在忙碌中迷失了自我。职场上为了晋升不择手段，生活中为了物质攀比不休。这些行为不仅让我们身心疲惫，也破坏了人际关系的和谐。我们不妨学习耕桑处，顺应自然规律，不过分追求名利，保持内心的宁静。当我们不再被外界的功名利禄所左右，就能更从容地面对生活，享受生活的美好。耕桑处虽独得老子真传，但也有回答不了的问题。他的弟子南荣处就向他请教如何达到那种高深的境界。耕桑处让他保全形体，守住生命，不要让思虑为私利奔波。可南荣处却陷入了困惑，人的形体相似，为什么感知却不同？他感觉自己无论怎么做都陷入两难的境地。耕桑处自知无法解答，便让他去南方拜见老子。南荣处历经7天7夜，终于见到老子。他向老子倾诉了自己的烦恼，智慧内藏，被人说愚昧；智慧外露，又怕给自己带来愁苦和危难。不仁会伤害他人，仁爱又会给自己带来困扰。不讲信义影响人际关系，讲信义又给自己带来危难。老子看着他说，他就像失去父母的孩子，迷惘地寻找这回归本性的路。南荣处在老子处处下努力去除杂念，但心中的困惑依然存在。再次拜见老子时，老子告诉他养护生命的常规，保持身形与精神的浑一协和，不丧失天性，不占卜而知，吉凶谨守本分，抛弃仁义，忘记智慧，像婴儿一样纯真朴质。婴儿的状态就是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状态，不刻意追求什么，随波逐流，任其自然。我们在生活中不也常常像南荣处一样，陷入各种矛盾和困惑中吗？想要追求成功，又怕压力太大；想要对人友善，又担心自己受到伤害。我们在各种选择中纠结，让自己的内心疲惫不堪。而老子的话就像一剂良药，告诉我们要回归本真，放下过多的思虑和欲望。当我们像婴儿一样，以纯真的心态面对世界，不被外界的评价和物质所左右，就能找到内心的宁静和生命的意义。道家思想中的仁义智巧，多生祸端虚静，无为方能太平，在现代社会依然有着重要的启示。我们总是在追求更多的物质、更高的地位，却忘记了生活的本质。天下本无事，庸人自扰之。我们的烦恼大多源于自己的欲望和执念。我们不妨学习道家的智慧，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中，放慢脚步，放下一些不必要的追求，回归内心的平静。生活中，我们每个人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和生命的意义。或许我们可以从庄子耕桑处的故事中汲取力量，顺应自然，回归本真，放下过多的欲望和思虑。当我们不再被外界的功名利禄所束缚，以纯真的心态面对生活，就能发现生活中的美好，找到真正的幸福。未来的日子里，愿我们都能在道家智慧的指引下，从容面对生活的挑战，享受生命的每一刻。当我们尝试将道家智慧融入日常生活，便会发现诸多细微之处皆能践行着古老而深邃的哲学理念。比如在人际交往中，我们时常会为了迎合他人、获取认可而绞尽脑汁，
可结果往往是身心俱疲，关系也未必能如预期般融洽。若以道家思想为指引，我们不妨放下刻意的讨好与算计，以真诚质朴之心对待他人，不强求关系的紧密程度，顺应彼此之间自然的缘分。这样一来，我们不仅能在相处中更加自在，还可能收获更为纯粹深厚的情谊。在面对工作与事业时，道家智慧同样能为我们提供新的视角。如今社会竞争激烈，人们往往被成功的焦虑裹挟，过度追求业绩、头衔与财富，不惜牺牲健康与生活品质。道家所倡导的顺应，自然并非是让人消极怠工，而是提醒我们依据自身的能力与兴趣，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节奏，不必盲目跟风热门行业，也无需为了超越他人而过度劳累，专注于自身的成长与内在价值的实现。或许我们会在不经意间发现，事业的发展也能水到渠成。从社会层面来看，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也有深刻的借鉴意义。现代社会管理中，有时过多的干预与管制，反而会适得其反。政府、企业等在制定政策与规则时，若能充分尊重事物的自然发展规律，减少不必要的行政指令与过度的管控，给予民众与市场更多的自由空间，激发他们的内生动力，或许能营造出更为和谐、富有创造力的社会环境。让我们持续深入探寻道家智慧的宝藏，将其运用到生活的方方面面，在不断的实践与体悟中，逐渐放下心中的执念，拥抱自然与本真。如此，我们定能在这复杂多变的世界中，寻得内心的宁静港湾，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方向，以更加从容豁达的姿态书写精彩的人生篇章，迎接每一个充满希望与美好的明天。让道家智慧在现代社会中绽放出全新的活力与光彩，照亮我们前行的每一步路。当我们开始尝试将道家的这份智慧融入生活的细枝末节，奇妙的转变便悄然发生。比如在日常的消费观念上，现代社会铺天盖地的广告不断刺激着我们的欲望，让我们误以为拥有更多物质就能获得幸福。然而道家智慧提醒我们，真正的富足并非来自外在的堆砌，而是内心的满足。曾经我们为了追求最新款的电子产品、时尚的服饰，不惜花费大量金钱，陷入盲目消费的循环，可拥有之后却发现内心的空虚并未得到填补。如今当我们以道家思想审视自己的消费行为，开始注重物品的实用性和对生活品质的真正提升，而非仅仅追求品牌和潮流，便会发现减少不必要的消费不仅减轻了经济压力，还让生活变得更加简约有序。在面对生活中的挫折与困境时，道家的顺应自然也为我们提供了独特的应对方式。以往我们可能会在失败面前怨天尤人，一蹶不振，觉得整个世界都与自己作对。但道家告诉我们，挫折也是生活的一部分，如同四季更迭，有寒冬才会有暖春。当我们接受挫折的存在，不与之对抗，而是从中汲取经验教训，顺应时势，调整自己的方向，便会发现困境也能成为成长的垫脚石。从更宏观的角度看，道家智慧对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同样有着深远影响。在追求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，人类过度开发自然资源，造成了生态环境的破坏。道家尊重自然、顺应自然的理念提醒我们，经济发展不应以牺牲环境为代价，只有与自然和谐共生，才能实现人类社会的长治久安。让我们持续沉浸在道家智慧的滋养中，将这些理念化做日常的行动指南，在每一次面对选择时，都能想起顺应自然、回归本真的教诲，不被外界的喧嚣和诱惑所迷惑。如此，我们不仅能为自己创造一个宁静而充实的生活，还能为周围的世界带来一份平和与美好。在未来的日子里，无论风雨如何变幻，我们都能凭借道家智慧的力量，在人生的道路上稳步前行，收获自己真正的幸福。再会。